神元宫的诸位，今日就是你们陨落之日，但你们也应该值得庆幸，能够死在本圣魔尊的手中，这也是你们的荣耀。哈哈哈！圣魔尊看准了最佳出手的时机，周身的魔气散发出恐怖的波动，然后以自身魔之力量施展出极其巨大的魔之手，朝着115苏佑威以及小龙与韩吞吞等人急速笼罩而下。砰砰砰！即便是虚无的空间都被这道魔之手的力量给层层溃败下来，不可想象这是多么令人感到绝望和强大的一击。夭见此情况也不敢怠慢，立马对着身后的几人喊道：小龙、雨涵、吞吞，你们快走，这里有我挡着。快走！武瑶和苏佑威站立在夭的左右两边，他们准备一起与夭抵挡圣魔尊的死亡攻击，掩护小龙与韩吞吞三人离开此处。娘，武姨娘，苏姨娘，我不会走，我说过我要成为父亲一样那般强大保护你们，即便我现在还不够强大，我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。小龙已经不是当年还在夭怀中天天需要安慰被保护的小孩了，并且他的父亲是元尊，那位神界的大传奇之子，他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娘和2位姨娘为保护他而陷入危机。我也不走，我要和小龙哥一起保护你们。雨涵虽为女子，但是她的性格是大大咧咧的，有什么话就会直接说，所以她也坚决不会就这样离开这里。那么作为神兽的吞吞自然也不会选择离开，毕竟吞吞和夭从小就开始在一起，当年从天元界飞升第1等级世界，也就是为了寻找夭和周元，即便今日是死也不会丢下他。换一个话说，吞吞就是夭的守护兽。而这边的动静也让运势盘龙注意到，立马催动神力准备阻止圣魔尊的那一道毁灭魔手，然而却被灭神副府主瞬间阻拦而下。你的对手是我，不要分心了。随即灭神副府主双手猛地合十，一股摄人心魄的魔之力量自体内涌出，周围的一切物质都开始被凝固，黑色的魔气如龙蛇般汇聚在他的掌心。灭神副府主的身影消失在原地，只留下一串扭曲的空间波动，恐怖的魔之力量在他身边汇聚，如同黑暗中的狂潮，吞噬着周围一切光明。他的攻击如同幻影般悄无声息，却又充满了致命的威胁。见到消失不见的灭神副府主，运势盘龙的身形一动不动，但他的气息却骤然紧绷起来，全身上下散发出凛冽的战意。危险的气息笼罩着他，仿佛下一刻灭神副府主就会从任何一个方向对他发起致命的攻击。运势盘龙也感到事情的不妙，他的神色狰狞，暂时脱不了身，甚至感觉到背后涌起的危险气息，几乎是本能的一转身，运势凝聚，挥拳迎向那不知何时出现的可怕攻击。轰隆，2股力量在虚无中激烈碰撞，激荡出一阵阵空间的强烈波纹，爆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。空间被无形的力量撕扯出一道道狂暴的波纹，仿佛即将裂开。灭神副府主的身影犹如鬼魅，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空气的炸裂扭曲，一出手都带着无可匹敌的霸道气势。而运势盘龙见此也化出本体，以其庞大的身躯，5个龙头咆哮，挥动着巨大的龙尾，带起漫天风云。运势盘龙的眼中血丝密布，他想要快点抽身去抵挡住夭他们所要迎接的毁灭一击。他的声音开始愤怒咆哮：不要伤害他们，不然我会让你们付出严重的代价。每一个字都如同千斤重锤敲击在副府主的心上，但是后者根本就没有将运势盘龙的话放在心里。运势盘龙全身的气势在这一刻爆发，金色的龙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周围的空气似乎都被其运势所吞没，变得炙热而扭曲。然而灭神副府主的实力也不容小觑，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堪比大道极限主神的魔之力量逐渐的爆发，看似简单的出手，实则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毁灭性的魔之力量。双方的战斗也进入到了白热化，运势盘龙与灭神副府主的对决就如同2座巨大的山岳在虚无中碰撞，激荡出无尽的风浪。虽然运势盘龙竭尽全力，但他的心中始终被担忧情绪所缠绕，夭们的安危如同沉重的负担压在他的心头。现在的他只想快一点击退灭神副府主，抽身援助夭他们。周围的空间因为2人的力量而变得扭曲崩塌，而在遥远的神藏虚无中，一道道陌生的身影正注视着这场超凡的对决。他们的神情各异，有惊讶，有恐惧，有敬畏，但无一不被这场战斗所震撼。这些身影也正是进入神藏中寻宝寻大道机缘的各方修炼者。哈哈哈！神元宫的3大主母和你们这些蝼蚁们全部死吧！圣魔尊见到魔之手朝着神元宫的笼罩而下，并且破了他们的所有防御后，直接得意洋洋地大笑起来。最终魔之手狠狠地轰击在了115苏佑威和小龙与韩吞吞的身上。轰隆，在那片被魔之手攻击的虚无空间中，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在115苏佑威等人所在的领域内猛然爆发，而神元宫3大主母以及小龙与韩吞吞等身影全部消失在其中。魔之手所释放出的能量如巨兽般撕裂了虚无空间，
毁灭的风暴将一切可辨识的痕迹逐渐的抹去，包括他们刚刚所在的虚无空间。那位圣魔尊的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意，对神元宫三大主母以及那些蝼蚁的陨落表示不屑，而且能够入他眼中的只有元尊和运势盘龙。旋即，他的声音冷漠而带着无尽的魔之威严，得意道：神元宫的三大主母也不过如此，与那3位蝼蚁一样。然而，在他身侧的其他4位圣魔尊却神色巨变，目光紧锁在那片被刚刚墨之手毁灭的虚无空间的中心。他们能够感受到那里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引动。就在那片被毁灭成废墟的深处，一朵白色的火莲花悄然腾空而起，同时那边缘的白色花瓣散发出神圣的无数星点。它不同于凡间的任何花卉，火焰不带一丝热意，反而透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神圣。火莲花的周围空间扭曲，如同水面被投以石子，泛起层层涟漪。那朵白色的火莲花是……不对，他们没有死。其中一位圣魔尊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惊慌和难以置信，这几个字眼仿佛从喉咙里挤出，透露出内心的不安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整个战场的气氛骤然改变。原本以为尘埃落定的一战，似乎又掀起了新的波澜。5位圣魔尊的脸上除了震惊，更多的是对那朵白色火莲花的忌惮和不解。白色的火莲花在扭曲的空间中缓缓升腾，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古老传说中的奇迹。它的出现不仅宣告了1151苏佑威等人的未死，更预示着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。在这片虚无之中，刚刚那位圣魔尊的得意之色犹如泡影般消散，他的笑容凝固在了这一刻。他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注视着眼前这一幕。那是神火凝聚出来的火莲花。那朵白色火莲花如同拥有了生命，在缓缓腾空的同时，白色花瓣犹如轻纱般舒展开来，散发出炽热而神圣的光辉。在那朵白色火莲花中，1151苏佑威、小龙与韩吞吞的身影渐渐清晰。突然间，几道身影从火莲花中显露出来，如幻影般漂浮在其中。那几道身影正是刚刚被自己击杀的1151苏佑威、小龙与韩吞吞的等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被我的魔之手击中，已经陨落了啊11的再次出现让这位圣魔尊的瞳孔收缩，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恐慌。然而，除了这些熟悉的身影之外，还有2道陌生的身影站在火莲花的中心，他们的气息强大而深不可测。他们的出现直接带着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全场，让他们这些圣魔尊级别的存在都感到了可怕的威压。5位圣魔尊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们能感受到那2道身影所散发出的气息是如此的强大，比他们任何一位圣魔尊都要强大一些。他们忍不住后退了一步，喉咙滚动，试图压制内心的惊慌。毕竟这里还有低谷圣魔尊大人在，即便眼前这2道身影的实力比他们都要强大，可是在那位低谷圣魔尊面前，造化之下皆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们2位是什么人，竟然敢插手灭神府的事？5位圣魔尊强忍着镇定，但其声音中依旧带着颤抖，他们的眼神紧紧锁定在那2道身影上。来杀你们的人！萧炎的声音如同利剑穿云，霸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他的每个字都仿佛刻印在空中，回荡在圣魔尊的耳边，挑起了他们心中最深的怒火。该死的蝼蚁，竟敢在本圣魔尊面前大放厥词，一起上！那位圣魔尊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眼中的怒意如同暴风前的宁静，愈演愈烈。他的身体微微前倾，双手迅速结印，周围的空气似乎因为他的力量而扭曲。在他的身旁，其他4位圣魔尊同样神色凝重，他们能感受到萧炎身上那股强大的气息，绝不是他们任何一位可以对抗的了的。但身为圣魔尊的他们，傲气不允许他们退缩。5位圣魔尊站成一圈，他们的魔气相互交融，形成了一道道暗黑的能量波纹，向萧炎扩散开来。圣魔灭光阵！他们口中低喝，各自施展出了压箱底的魔技，强大的魔之力量在他们指尖凝聚，化作一道道璀璨的魔光，在萧炎、沐尘他们的四周冲天而起。一道巨大黑色的光阵紧紧地将他们笼罩，散发着可灭万物的能量波动。萧炎和沐尘面对5位圣魔尊的围攻，却是神情不变，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，仿佛这攻击在他们的眼前不过尔尔。萧炎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绚丽的神火横骨尺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神火横骨尺身涌动着炙热的火焰，仿佛连空气都被其燃烧，扭曲成一片赤红。